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活在平行時空？2026年，台股衝上了35000點的歷史天價，這明明是值得慶祝的時刻，但當你看着漲到160塊的便當，心裡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。為什麼數據一片大好，你的錢包卻越來越小？官方說通膨只有2.6%，但這支物價溫度計顯然壞了。它量的是冷氣房，而我們卻在太陽底下被火燒。這2.6%的假象，藏着一場數字包裝的掠奪，讓你的購買力在不知不覺中被無聲地蒸發。房價是這個時代最殘酷的分水嶺。反派舵機就像高不可攀的房產，站在雲端俯瞰着辛勤工作的你。對大多數人來說，房子已經不是家，而是資本家用來收割你一生勞動力的奢侈品。為什麼房價漲翻天，數據卻這麼穩？因為官方把買房定義為投資，不算在日常消費裡，所以房價漲個5倍、10倍，通膨數據竟然完全不用反應。這就像量體重時先把大象藏起來，這數字你真的敢信嗎？官方說房租也很穩，那是因為他們統計的是老舊合約。但如果你現在去外面重新租房子，看着那種翻倍跳的行情，你會發現官方數據跟現實的距離比到火星還要遠。數據失真就是這樣來的。真相是，錢是有先後順序的，這叫坎蒂龍效應。當印鈔機啟動，新錢會先流向銀行和富人，等這筆錢轉了3手變成你的薪水時，房價早就被那些先拿到錢的人炒到外太空了。台股35000點，你的薪水卻只有35000元。資產的成長是複利在跳動，而你的薪資成長只是在地上爬行。當股票1秒鐘的跳動就抵過你1個月的薪水，那種努力工作的意義感正被徹底抹殺。為什麼錢不幫你加薪？因為錢不再流入需要研發加薪的實業工廠，而是全部鎖在房地產與股市的回路裡自我循環。資產在互相抬轎，而流汗賺錢的普通人被徹底排除在財富分配之外。經濟學家早已給出答案，資本賺錢的速度永遠比你勞動快。如果你只有勞動力，沒有資產，那你就像在逆流游泳，不管游得多拼命，都只會被潮流越推越遠。這就是資產通膨的真相。在35000點的時代，現金就像一塊正在融化的冰塊，你存得越久，價值就消失得越快。這就是為什麼你明明很省，卻發現離夢想越來越遠。因為在這個規則下，現金已經不再是獎勵，而是負債。為什麼出生率會跌破紀錄？這不是年輕人不努力，而是一場理性的罷工。既然我們買不起房，既然體制要把我們的下一代當作未來的房貸分母，那我們就選擇不生。這是不當人質，最後也最強大的抵抗。該怎麼辦？首先，我們需要真正的稅制改革。當持有多套房產的成本不再低廉，當實價課稅讓囤房變成了負擔，資本才有可能從房地產流回真正能幫大家加薪的實業。對個人來說，既然現金是融化的冰塊，你必須學會把勞動力換成資產。不一定要炒房，但你必須參與全球的經濟成長。分散投資，讓錢幫你工作，而不是讓你的一生成為金錢的奴隸。知識就是最強的呼吸法。看懂貨幣貶值的原理，看透政策背後的利益分配。當大多數人開始覺醒，不再被數字催眠，我們才能集體要求一個更公平、更真實的統計方式。數據會說謊，但生活不會。看清資產收割勞動的規則，不是為了憤世嫉俗，而是為了找回生存的方法。在這個通膨大雪紛飛的時代，看透真相才是你奪回人生主權的第一步。